晚上9点，万柳山庄，此时的安家人刚吃过晚饭，正叫着李亚林一起在客厅分析最近几天收集到的线索。老爷子安启山这几天一直守在别墅里寸步不离，身体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记忆非但没再退化，而且逐渐找回了被遗忘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病情逐渐恢复之后，整个人的思维逻辑都有了巨大提升，又找回了以往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风采与气势。在这场家庭会议上，安重秋先是介绍了一下自己与宋氏集团合作的进展。安重秋说，咱们与宋家的合作现在已经正式进入谈判流程，从今天开始，双方的律师团队围绕合作的细节进行谈判，主要是为了敲定合作的具体条款。不过因为咱们安家这次是带着12分诚意来的，所以谈判的气氛很融洽，没有什么需要来回掰扯的细节，只要条款确定并完成签约，就可以立刻启动合作了。老爷子轻轻点了点头，开口道，以目前的局面来看，这个宋氏集团对我们安家意义重大。恩公既然主动留下宋氏集团这个线索，想必除了想通过宋家给我们透露一些他的身份信息之外，还想让我们拉宋家一把之外。说着，老爷子看了二儿子安凯峰一眼，又道，按理说安家所有对外的商业合作都是凯峰在负责，不过这一次情况特殊，与宋氏集团的合作本就不是纯粹的商业项目，而是我们安家拿钱来做个敲门砖，再加上重秋与宋氏集团的宋小姐也算是旧相识，所以这件事就由重秋负责跟进到底吧。安启山一向追求家庭内部的和谐与团结，所以他才给了几个子女不同的分工，让他们每个人的职权清晰明确。这么做的目的是，子女团结的时候，大家能在各个层面相互渗透、相互帮助，而不团结的时候又能相互监督，甚至相互掣肘。这次让安重秋负责推进与宋氏集团的合作项目，他虽知道安凯峰没有任何意见，但依旧要将这么做的理由与原因说清楚。安凯峰自然也知道父亲的用意，好在他对大哥负责这个项目没有半点不悦，毕竟安家这些子女一直都非常团结，早些年在大姐安承熙的影响下，弟弟妹妹们就已经做到了亲密无间。虽然各自有了家庭之后，多少分散了他们在彼此身上投入的精力与时间，但安承熙的死，以及上次安家险些被迫亲会灭门的事情，都让安家人变得更加团结。此时，安凯峰也清了清嗓子，开口道，爸，我这几天带着悠悠一起仔细梳理了金陵的各行各业，尤其是当年的公共交通部门、社会福利部门以及户籍登记部门，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什么与陈儿有关的信息。老爷子轻轻叹了口气，这个结果他也早有预料。安凯峰微微点了点头，坚定地说道，妈您放心，现在在我心里，寻找陈儿已经排在所有事情中的第一位了。一旁的安悠悠忽然想起什么，开口道，对了妈，我查到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感觉有点异常，您和爸还有大哥、二哥、三哥一起帮我分析一下。老太太道，悠悠你说。安悠悠道，我今天调查了一下金陵福利院的一些情况，想查一下这么多年来他们救助过的孤儿里有没有陈儿的相关信息。福利院的档案目前查不到任何与陈儿有关的线索，但奇怪的是，金陵福利院去年搞过一次大换血，从福利院的院长到下面的员工，甚至专门给孤儿做饭的厨师，全都彻底换了一遍，老员工一个没留。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奇怪，正常这种福利机构有人事变动不稀奇，可一下子完全换了个干干净净，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你们觉得呢？老爷子安启山皱着眉头道，一家福利院连管理层带下面的执行端，再不济也得有10几甚至20几人，就算是把整个管理层换掉，也不应该把下面的执行端也换掉吧，毕竟福利院自身还要运作，这么做明显不太合理。安悠悠点头道，我也是这么觉得，这种大换血明显违背常理，所以我总觉得
前一批人肯定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才集体离职。此时，旁边一直因为紧张而有些心不在焉的李亚林忽然眼前一亮，惊喜不已地拍大腿道：“悠悠说的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老爷子笑着问道：“亚林，你具体给分析分析。”李亚林看着老爷子期待的眼神，一下子陷入挣扎与犹豫，随即他又想，悠悠这次明显已经抓住了关键点，只是他一时半会没想明白其中关系。若是我顺着他这条线索提醒他一番，那就算今晚叶先生不出现，亦或者继续遮掩身份，顺着福利院这条线索想找到他恐怕就容易多了。而我只是在悠悠的观点上引导几句，叶先生应该不会怪罪下来吧。想到这里，李亚林下定决心给安家人一些提示，于是便一本正经地分析道：“诸位在企业管理上都比我有经验，我相信诸位一定很清楚，这种上上下下彻彻底底大换血的事情，在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老团队就算凝聚力再强，也不可能做到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团结一心。别说一家福利院，就算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也难免会出现逃兵与叛徒。但像悠悠说的，这个团队在去年一个不留的集体离职，深入想一想就能发现，这个团队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大，甚至有可能已经达到了准军事化团队的标准。但是这种团队不全力培养很长时间，是绝对不可能打磨出来的，又怎么可能出现在一家普普通通的福利院里？安家人听到这里，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李亚林总结道：“所以这种感觉在我看来，更像是背后有实力强大的人在暗中推动。如果我没猜错，这个团队一定是那个实力强大的人整体安排在这里的，然后又在去年将这个团队整体从这里撤出的，而他们共同进退，很可能是为了执行某个重大使命。”老太太有些激动地问：“亚林，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福利院很可能与陈儿有关？”李亚林点点头：“是的，婶子，我确实有这个怀疑。”安重秋咂嘴道：“要是能查到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来的金陵就好了。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他们走的时候是一起走的，但是还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来的时候也是一起来的。这个简单。”安悠悠激动不已地说道：“查一下之前团队的社保档案。福利院是社会公益组织，有政府拨款，也有民间捐赠，这种需要公众监督的单位，人事资料一定是很完备的。尤其他们可能像亚林哥说的那样，真的是为了执行某个重大使命。要真是这样，他们就更得做到表面合规，毫无破绽，否则一旦别人在他们的人事资料上查出异常，很可能会立刻察觉到问题。”李亚林称赞道：“悠悠的思路很清晰，想办法查到金陵福利院之前的人事档案，估计就能看出端倪了。”安凯峰兴奋不已地说道：“我这就让人想办法查一下。”说罢，他立刻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老爷子退休多年，当年的人脉，死的死，退的退，老的老，倒的倒，真正能拿起来就用的人脉已经不多了。而安凯峰作为安家所有对外业务的负责人，实际接手安家业务又已经很长时间，所以他其实才是安家目前人脉最广、影响力最强的那一个。换句话说，老爷子是安家的太上皇，备受尊崇，但安凯峰才是现如今安家的皇帝，手握天下社稷。一通电话打出去之后，安凯峰对众人说道：“已经让人去查了，很快会出结果。”一众人纷纷变得无比期待起来。10分钟后，安凯峰接到电话，他立刻按下接听键，打开扬声器，开口问道：“阿祖，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被称作阿祖的中年男子恭敬地说道：“安先生，我刚刚查阅了金陵市福利院的人事档案，他们之前的那批工作人员确实是去年一起离职的，至于这些人入职的时间，倒不是完全一致。”众人一听这话，不由涌上几分失落。安凯峰追问他：“你大概跟我介绍介绍这些人的入职情况。”那个阿祖介绍道：“安先生，
这家福利院的组织架构极其稳定，他们包括院长、老师、阿姨以及厨师、保洁在内，一共有16个人。这16个人在职时间最短的人也已经快20年了。说实话，我就没见过这么稳定的团队。20年时间里，一个人没增加，也一个人没减少。20年，所有安家人的表情顿时一凛。这个时间节点对他们来说太敏感了，因为天之娇女安承熙和她的老公叶长英就是20年前在金陵去世的，而他们的独子叶晨也是20年前失踪的。所有人都感觉他们在全世界闭着眼睛摸了20年，这次似乎是抓住什么东西了。长子安重秋急不可耐地脱口问道，详细说说这16个人的入职时间。那个阿祖连忙道，这16个人里有14个都是20年前的冬末2月份入职的，而他们的上一任院长张佑德是20年前的秋天11月份入职的。除了他们15个人，最晚入职的一名女工是在20年前的冬天12月份入职的，再过3个月也满20年了。安老太太神情大骇，她几乎是瞬间便哭出声来，哽咽道，承熙和长英是20年前的3月份离开燕京来的金陵，而他们出事是在10月底，晨儿也是10月底失踪的。老爷子安启山激动地站起身来，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这一定是长英的安排，他一向擅长做未雨绸缪之事，那14个人比他和承熙来的还要早，这就证明他还没有动身，就已经开始在金陵布局了。说着，他语气更加激动，战声道，他一定是知道自己与承熙来金陵凶多吉少，所以提前在福利院安插进自己的人。他和承熙出事之后，对方肯定用提前演练好不知道多少次的方法将晨儿送进了这家福利院。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来金陵寻找过晨儿，但谁都不会想到，他就生活在金陵，就生活在这些人的眼皮底下。话说至此，他感慨万千道，谁能想到，所有人掘地3尺也想找到的晨儿，竟然被安排进了一个表面看不出任何异常的福利院。这一招不但能瞒过所有找晨儿的人，就连晨儿自己恐怕也被瞒了很长的时间。安老太太泪流满面，激动无比地说道，那这意思是说，晨儿一直都在金陵，甚至此刻就在金陵？老爷子摇摇头，一盆冷水泼来，我能确定晨儿应该在金陵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否则福利院这10几个人也不会一直在这里坚守到去年才撤。但晨儿此刻还在不在金陵，我不确定，毕竟那些人去年已经走了，会不会代表晨儿也已经离开金陵了？安重秋脱口道，爸妈，明天我们就顺着这16个人的身份一挖到底，如果按您所说，这些人都是照顾晨儿长大成人的，我就不信从他们身上挖不出晨儿的下落。对，安重秋也大喜过望，脱口道，明天？哦不，今晚我就先让人把他们所有的资料全都提供过来。好啊！老爷子也激动到老泪纵横，喃喃道，20年了，我的大外孙子，老爷我终于找到你的线索了。说罢，他仰天长叹，承熙、长英，你们20年前就为晨儿留的后路，竟然连我都没有告诉，在你们心里到底有多不信任我？就在老爷子安启山扼腕叹息的时候，窗外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有杀手，快保护老爷太太！话音刚落，便听一声清脆悦耳的剑鸣围着别墅呼啸，霎时间多人同时惨叫，血腥味道顿时从四周笼罩整栋别墅。李亚林的心脏顿时咯噔一下，心底骇然，叶先生说的那个劲敌真的来了。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